這次市定古蹟周易記古厝。大家好，我是 Tony。我們新竹旅行的第2天，繼續在新竹市區逛歷史古蹟。第一站來到新竹州廳，就是現在的新竹市政府國定古蹟。這個地點就在我住宿的晨曦行旅新竹中央館的對面。那我今天的旅行就從這邊開始。那我老婆還沒開始，她現在還在飯店裡面休息。新竹州廳廳舍啟用於1927年，昭和2年。新竹州成立於1920年，是當時台灣5大州之一。管轄的範圍大概就是今天的桃園、新竹、苗栗，所以新竹州廳建築非常的有規模。新竹州廳，我路過多次，今天是第1次進來造訪。日本时代台灣5大州廳，目前只有新竹州廳仍然作為新竹市政府市政使用，其他4個州廳現在都已經改作其他用途了。新竹市警察局市定古蹟，原為日本時代新竹警察署。新竹警察署完工於1935年，昭和10年。警察署這邊的入口有一座崗哨，對面是新竹市消防博物館，原為日本時代新竹市消防局，創建於1936年，昭和11年。那6層樓的瞭望台是當時新竹市最高的建築。消防博物館目前正在整修中。前面那裡還有一棟市定古蹟，是台灣最早成立的信用組合——新竹信用組合，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前身是日本时代的新竹信用組合，在1934年遷移至現址。新竹信用組合最早是1909年新垣龍太郎所創立的新竹儲金會，後來在1913年成立新竹信用組合，成為台灣最早的信用組合。日本時代信用組合剛成立的時候，存款戶大部分是日本人，因為當時台灣人的習慣還是把現金放在家裡比較安全，不太相信所謂的信用組合。那這個習慣一直到民國48年以後才大幅的改變，因為當年發生87水災，所以很多現金都被水飄走了。所以民國48年以後，很多人就知道要把錢存在銀行，相對是比較安全的。我現在继續走往下一站，新竹都城隍廟。中山路上也是有不少老房子。新竹都城隍廟。新竹城隍廟完工於清乾隆13年，原為廳級城隍廟。光緒13年，新竹大旱，官民齊於城隍廟而獲得其驗，於是台灣巡撫劉銘傳奏請朝廷褒揚。
次年，光緒皇帝親賜金門寶藏玉匾，並晉封新竹城隍位階為省級威靈公新竹都城隍。後殿供奉都城隍爺夫人。这是升降室的招牌。这裡是城隍廟的戲台。如果有演出酬神戲的時候，那廟前這些商店的招牌都會升上去，以免擋到城隍爺看戲。這是這裡蠻特殊的招牌。我現在離開城隍廟，接下來就沿着北門街造訪國定古蹟、進士第，沿途還蠻多歷史古蹟可以看的。北門街，北門街還有很多老房子。這是市定古蹟周義記古厝。周義記古厝特別之處，就是像我曾經造訪過的竹東長春醫院，都是已經是落寞荒廢的老房子。後來經由後代子孫的努力，整合產權，主動展開整修，並且向市政府爭取列為市定古蹟。相對於有一些老房子的所有權人，一聽到房子可能會被政府登錄為歷史古蹟的時候，就連夜把它破壞，或是放一把火把它燒掉。而周家子孫這樣的做法，特別令人感佩。所以這麼溫暖、溫馨的故事，還特別介紹給大家。曾子曰：“慎終追遠，明德歸後矣。”周義記古厝，夠重才不會被風吹走。周義記策劃，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贊助。我就在門口拍攝一下就好了。北門街59號。我繼續走北門街，這裡又有一棟老房子，是新泰村胡福店嗎？前面的紅綠燈十字路口就是昔日竹塹城的北門遺址，北門外就是長和宮、外媽祖廟、新竹北門拱城門遺址。長和宮前面這裡有一整排老房子，這都是有100年歷史的老房子。長和宮市定古蹟，因為竹塹城內還有一間媽祖廟，所以這間位於北門外的媽祖廟就被稱為外媽祖。城內那間媽祖廟就被稱為內媽祖。內媽祖廟位於另外一區，今天可能無緣造訪了，就造訪外媽祖。這邊是很罕見的雙廟並存。長和宮的旁邊是水仙宮，也是市定古蹟。這邊的廟門沒有開放，要從長和宮那邊進入。水仙宮侍奉水仙尊王。水仙尊王又稱水仙王，是中國的海神，屬於王爺信仰之一。
新竹長和宮是台灣唯一保有媽祖遺物的媽祖廟。我現在继續走北門街，去造訪國定古蹟進士第，是台灣第一位進士，開台進士鄭用錫故居。不過以前造訪幾次，故居都非常的殘破，已經整修好幾年了吧。現在是國定古蹟，今天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進展。我抵達進士第了，進士第北門街163號。目前還在整修中。台灣第一位進士不是出生於台南古都，或是歷史悠久的鳳山縣、諸羅縣，或是彰化縣，而是出生於淡水廳。身為淡水人，我們與有榮焉。進士第的隔壁是春官第市定古蹟。也是鄭家的古厝之一。旁邊是鄭氏家廟、市定古蹟。這旗杆座不知道是不是鄭用錫考中進士而建立的旗杆座。鄭氏家廟沒有對外開放，不過我上一次造訪新竹古蹟的時候，剛好裡面有祭祀活動，所以有進去簡短參觀了一下。那我現在就要從這邊往回走，走北門街回到城隍廟。我老婆現在已經走向城隍廟了，那我們就在那邊匯合，再繼續我們的古蹟行程。我回到城隍廟了。我老婆說她在城隍廟斜對面的 7-Eleven。哦，看見了，在前面那裡。我原本的計劃是在城隍廟這邊吃午餐，不過想一想，還是先把古蹟走完好了。因為如果在這邊吃完午餐，那我大概就想放棄了。因為吃飽飽就會懶得動了。這是城隍廟後方的中央路3香市場。柯芳美香行本鋪創立於1937年。哦，這個市集蠻特別的，我第一次逛到這裡。哦，這裡是新春市集。旁邊是市定古蹟，日本時代台灣銀行新竹支店。現在已經有過年的氣氛了，好熱鬧。台灣銀行新竹支店這棟建築約創建於1930年代。後來有經過一些整建，原本被兆豐銀行買下，現在銀行已經遷移他處，這裡成為市定古蹟。這是新春市集，這是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日本時代的新竹公會堂。歷史建築，環美特展再生藝術篇，白鷺鷥，剛遇到本地人，特別介紹。這一面殘牆就是以前的新竹市民眾活動中心。以前新竹市一些演唱會或是大型的聚會，都是在這裡舉辦。不過現在已經拆除，作為停車場了。
僅剩下這一面殘牆。這是新竹公會堂在修復過程中發現的光緒19年新竹現造的紅磚，推測是1921年日本人興建新竹公會堂的時候所拆除的大清帝國時代北路右營的建築遺構。最佳拍照位置。裡面有一些展覽，不过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不進去參觀了。參觀完新竹公會堂，我們下一個景點就是對面的市定古蹟新竹關帝廟，也是我們今天在新竹要造訪的最後一個景點。那關帝廟那邊可能會比較熱鬧，不好收音。那我就先在這邊跟大家道別了。我們今天的新竹市區古蹟徒步旅行就在新竹公會堂這裡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關帝廟。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歡迎您點選網址，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